大家好，我是泡泡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背单词的事儿。我们要讲3点重要的事情。第一点，我们该不该去背单词？第二点，我们背单词怎么样去安排计划，让我们能够大量的把单词吸收进来。第三个，你背单词最后能把单词背下来，其实在人脑中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径，这条路径是什么？不管你表面上是我在上下文中背单词，还是我死记硬背，还是我用记忆法，它最后记下来只有一条路。那这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开始。第一个，我们该不该背单词？有2派争论啊。第一派争论要背单词，第二派争论说我要在上下文中去背单词。但是我告诉你一点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你在上下文中背单词不行的，你光背单词也不行的。我觉得我发现最快的方法还是你先把它单词简单的、初步的记下来，然后在上下文中去发现那种 aha moment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如果你是纯在上下文中学单词，你会怎么样？今天我拿到一个阅读，或者我听了一个听力，300个词，其中有3个词我不认识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3个词是在上下文中学了，你是不是还要去查字典呀？查了以后，你知道我要有语感，我要在上下文中学。那我问你，你3天以后你还能找到这3个单词吗？能找到。那我就在那篇第58页上面，第3行有一个单词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要背100个单词，你找到这些单词复习的工作量有多大？那如果1万个单词呢？你按照这种方法，假设你一个单词，你先看到在上下文中发现，你之后还要复习个5遍，你才能成。你就光去找这个单词的位置，就浪费你巨大的时间，是不是？而其中的上下文，如果你还要每次在看的话，又浪费你巨大的时间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相反啊，我们并不是说只背单词。我一般学英语怎么学啊？先背它5000个单词或者3000个单词，然后呢，背到什么程度？背到我看这个单词的形状能反映出它其中一个汉语意思就可以了。因为英文、中文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嘛，你反映出其中一个单词的意思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3000个单词有了，然后我去读书，我去听东西，这些单词我只能反映出一个意思啊。那我在文中就会出现 aha moment。什么叫 aha moment？ 就是我背过这个单词哦。你这时候你再拿出一个300个字的阅读，然后你中间就发现，这个单词我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在上下文中，这句话我因为背了这个单词的这个汉语意思，我读懂了。这个我又认得，这个我又认得。在读这个文章的过程中，你有3次 aha moment， 我相信这个对你的印象和你第一次看到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去查一查，然后回来我要语感，去反复的读没用，那个印象不深。为什么？它没有一个强刺激。你生活中经历过这种 aha moment 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的印象是很深的。而且背单词有个好处是什么？一开始就是这些单词，你放在一块，你今天就背这些，第2天就根据你的复习计划，我之前教过，就背这些，你不用再到文中上下文去找那些单词了，对吧？所以背单词永远的目的，它不是只背单词，不是说你背了单词你就不能在上下文中学习了，只不过你先学习一点点，然后再到文中去寻找。经常我以前小的时候也会听我爸听那个英文材料，小的时候上小学嘛，那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单词量，然后我在听好多全都听不懂这些，这个我听懂，我就会跟我爸讲，这我听懂，好高兴，是吧？但是你要在学习中经常有这种乐趣怎么办？先背单词，然后再弄。好，第2个，如何安排背单词计划？背单词计划by the way， 之后我会带大家背单词，看我们1分钟平均下来能不能背一个单词，是可以的，好吧？背单词有慢的有快的。有的人说我一天背1个单词或者10个单词，然后呢我背1万个单词，一天背1个就要1万天，一天背10个就要1000天。我就想一天你背10个单词吧，1000天多长啊？将近3年了，你很难坚持的。人都是讲我要立刻看到效果，那有的人就会拼，就说我一天背1000个单词，我10天背1万个单词，我一下就是能改命，对吧？但其实你很难做到，因为这一天背1000个单词对你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，或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儿，你最后完成的质量会很差，对吧？那你要取到一个你一天又能完成，然后呢你在短时间内又能看到成效。什么叫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？就是说你甚至都会把英文书买好了，比如说这本书是我目前词汇量假设
你现在目前词汇量2000啊。这本书磕磕巴巴你能看，那你在背单词之前啊，我建议你怎么办？你去买一本他推荐的书，就比如说有些就是英文读物嘛，都会推荐嘛，适合5000词汇量的。比如说我年纪大了，不要1万个单词，我现在2000，我希望提高到5000，我要多3000怎么办？你先买个5000词汇量的你感兴趣的书，然后你打开，你看，哎呀，每句话都有2个单词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。这本书放着，你就告诉自己啊，我一天背100个单词，30天以后，我这本书我就能磕磕巴巴看懂了。先把它放在书桌上，每天提醒自己，然后你就开始背。一天100个单词难吗？其实你按照正确的方法，马上我到第3点，还有后面带背会告诉你，想简单也简单呀，对吧？那你把它背下来，30天。背下来3000个单词，加上原来2000，一共5000。这3000呢，其实背的也不熟，对吧？你会的就2000，就用4000就可以磕磕巴巴去啃那本5000词汇量的书了，是吧？然后在中间你会有很多 aha moment。哦，这个是我之前背过的，哦，这个是我之前背过的，哎，这个我之前背过，但是我忘了啥意思了，去查一下，印象特别深，对不对？好，第3点，我们记住单词唯一的方法，唯一的路径是什么？不是词根词缀。不是联想，也不是那种死记硬背，是什么呀？是回忆，是记忆的提取。前面这些东西都是辅助，你死记硬背也是你要不停的去回忆。你词根词缀你知道了，只是给你一个辅助。哦，这个词根它所以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就能把它提取出来。联想也是，联想哦，这个单词长这个样的，你有一个联想，对吧？你不可能一辈子每次以后讲话的时候都有这个联想的，之后是要扔掉的。它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你下一次在复习的时候看到这个形状，能够通过这个联想把它的意思提取出来，就是回忆。那其实大家就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，对吧？有可能就是联想，有可能就是词根词缀，有可能就是死记硬背。我们之前都教过大家，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到我们的频道里面去看。好，那这个事情搞清楚了。那我们今天就用联想的方法，把联想当成一个拐杖。我们看我3分钟是不是能够带着大家把3个单词背下来。好，我们就来背3个单词，看我们3分钟能不能背完啊。第一个是 Tyrannosaurus Rex， 好，霸王龙的意思。那怎么记呢？你看啊 ，ty 可以像 try run 跑，然后是 no saurus 就是。dinosaur 嘛 ，saur 这个就是恐龙的词根，对吧？实际上是蜥蜴嘛。好 ，Tyrannosaurus 就是你看到霸王龙以后要尝试逃跑，并且嘴巴里面喊 no， 这只是一个拐杖啊。所以霸王龙记住了 ，Tyrannosaurus Rex 霸王龙。好，这是什么 ？Apricity， 冬日阳光的温暖。那你可以想象 April 什么？4月份，4月的 city 城市，那冬日阳光的温暖，冬天像4月份一样，城市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。这是冬日阳光的温暖。好，回来 Tyrannosaurus Rex 是吧？你看到了就尝试跑，嘴巴里面还要喊 no， 霸王龙。第二个 Apricity 4月城市什么？冬日阳光的温暖。然后第3个 Serendipity 是意外发现美好事物的运气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知道的话 ，Seren 其实是什么？是平静安静。Dip 是什么？站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就是说我坐在一个平静的海滩。然后呢，我把手一撑，把手蘸到沙子里面一摸，哟，摸到了一颗珍珠，发现意外美好事物的运气。好，复习啊 ，Tyrannosaurus Rex 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尝试的逃跑是什么？霸王龙啊。Apricity 怎么讲？4月的城市，冬天它的阳光像什么？4月城市什么？冬日阳光的温暖。Serendipity 你在一个平静 serene。的海边，把手往沙子里面一个 dip 一伸，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发现意外美好事物，对吧？的运气。好，一共花了1分58秒，在我这边。我们再复习一遍啊。Tyrannosaurus Rex 什么意思啊？自己想想看，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。霸王龙，对吧 ？Apricity 给大家3秒钟时间，自己想一想，是吧？冬日阳光的温暖。Serendipity 什么意思啊？想想看，在海边干嘛了？发现美好事物的运气。哎，你看就背下来了。其实加上复习，你看还不到3分钟。好，我想大家在3分钟以内都把这个单词记下来了，对吧？那其实你按照这个方法，把它记忆法当成一个拐杖，目标是去提取信息，反复的提取，反复的提取。其实100个单词也没多少，就是10乘10嘛，就是100嘛，对吧？
好，那你其实就可以在大概2个小时内把这100个单词记下来。想想看，你只要30天的时间，加上科学的复习，每天花2个小时，你就能把单词量提高1个档次。而英文的单词你需要的也没有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你只要通过3轮刚刚这样的这个30天的记忆，然后加上去阅读、去听，把这些单词弄熟悉，你的英文就学会了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对吧？但是我之前 promise 你学会单词一开始只是会认这个单词。之后有2个方向发展，第一个方向呢是从被动变主动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看到一个单词，对吧？这个单词我知道它什么意思，我可以接收信息，但是这不代表我写作中能写出来，这不代表我说话的时候能说出来。当你这个单词已经很熟悉了，你老是在接收，在听力啊，对吧？在阅读啊，接收，你可以尝试着去说，去练，那这个单词就变成活单词了，就不是你只会接，而且你会用，这是第一个方向。第二个方向是什么？你对这个单词有一个深度的认识。有很多同学看能看懂，对吧？听不懂，对吧？那有的同学呢，看得懂，不会写，但是你觉得这个单词常用，对吧？那你就要了解的更深入，怎么写，听能不能听懂，在句子里面能不能听懂。好，那讲到这里呢，如果你想把看懂的单词转化成能听懂的单词，甚至在连读，所谓的连读中也能识别出来，那我推荐大家参加我们的速听听力觉醒课。它是通过速听加噪音的方法，让你刺激大脑发生结构性的改变，让你能够像母语使用者一样去接收语义模块，就不只是你能听懂了，而是你能把这些单词组块再往脑子里面接收。那在视频描述区和评论区我们都有我们的链接，请感兴趣的同学一步。好，今天就讲了我们对单词的认识，对吧？讲了3点迷思，带大家背单词，以及你学会了这个单词能认了以后往哪些方向发展。看到这里的同学欢迎点赞关注，那你每周都会收到高质量的英文学习视频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。